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继续击倒，漂亮！邱建良竟然被质疑打假拳，这个是绝对是不存在的。擂台上，邱建良9秒3次干趴世界拳王。2018年，邱建良刚刚荣登羽量级世界排名第1。但是老话说得好，人红是非多。从那之后就一直有心怀叵测之人质疑邱建良和武僧义龙一样花钱打假拳。只因为世界第1考输掉了比赛，然后排名第2的邱建良自动上位变成第1，所以很多人都在质疑邱建良是否配得上第1的宝座。因为考的失利，让我兵不血刃地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世界第1。但我明白，我将要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邱建良决定跨界跨级别挑战拳击冠军那荣邦辰，让我们看一下邱建良是如何证明自己的实力的。比赛正式开始了，红方就是我们中国的坦克邱建良，而蓝方就是这回邱建良的对手泰国拳王那荣。刚开局，邱建良就发动了他那坦克般的攻势，便开始不到几秒的时间就挥舞着沉的重拳来击打那荣。据说那荣的实力就连波球都拿他没办法，看来那荣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非常强悍。询问邱建良，邱建良说这样其实反而更不好打，因为选手没人想要连负。对，找了一个时间差，邱建良一直在移动，前刺，再一次，但是都没有打到。哦，那荣邦辰的摇臂做的非常的老道啊，对，移动并不多，恰好躲开你的拳。拳击是以动作小而著称的，这个细节这个格斗术是。所以说，对于2位选手来说呢，其实场上都需要适应。刚才呢，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郭生先生也说到了，那荣邦辰也得试一下这个六角形的场地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比较难把对方切在死角里面。对。只见邱建良的步伐也是十分的灵活多变，尽管那荣的脚步一直是追得非常的紧，但还是撵不上邱建良。此时的邱建良一直与那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搞得那荣也是十分难受。比赛作为4回合，对于邱建良来说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点。一旦拖到这个8回合之后，这个一漂亮，那荣邦辰有点站不住了，是有点懵。邱建良有机会，而且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邱建良本身他是这个脚下的步伐和进攻线路非常灵活诡异的样子。2个人赌了一下重击。对，就是打拳击的话呢，也有优势在。这个4回合的比赛，我觉得对于那荣邦辰来说，没有太多的这个拳击经验和战术可用。因为回合数比较少。只见此时的那荣也是开始主动逼近并进攻邱建良，但此刻我们中国第1重炮手也没有选择坐以待毙，开始不断的挥舞着沉重的重拳，不停的进攻泰国拳王，打的那荣的表情也是苦不堪言。在赛前呢，邱建良说自己会担心，2个人如果对攻特别激烈的情况下，可能会出腿。对，我刚才也在想说，现在我其实最担心的是，我都替邱建良捏着一把汗，就害怕这个，就有时候这个本能啊，这个训练习惯、应激反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害怕他出现违规动作。对，所以说，我说对于邱建良来说，其他的我们都可以先放一边，最重要的是这个规则，规则，这是训练习惯的问题。没错。这个大家举一个例子，尤其是戴眼镜的朋友，你就知道。有时候你不戴眼镜的时候，你也会去推眼镜啊，不自觉的动作。比赛来到了第2个回合，一上来这那荣的进攻欲望也是十分强烈，但只见这泰国老黑一直在那左右摇摆不定，但依旧没有对邱建良发起攻势，看来是非常忌惮邱建良那是大力沉的重拳，不敢随意进攻了。开始转变节奏了，开始打邱建良的腹部了，想要把邱建良的重心压下来。对，漂亮。前后手，那荣邦辰脚步有点追不上邱建良，所以打他身体，把他定住，然后再去输出。那荣邦辰非常有经验啊，对，这是他的一个很聪明的选择和打法。邱建良做的这个快拳还是很不错的，前手漂亮，漂亮一个上勾，想要打俯，邱建良躲过去了。那荣邦辰的拳法还是有这种典型的泰式拳手的这种风格。重击更在意。
邱建良一直在挥舞着重拳，不停地在提防那荣突如其来的攻势，但这那荣根本就不带怕的，搁哪雇佣，一瞬间就逼近了我们中国坦克邱建良。而且其实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邱建良在赛前也是做了很多的大量的工作，对，尤其是其实刚才我们就是一直在提到的，就是关于他的这个习惯的这个训练，在平时训练当中呢，已经就坚决不用腿，哎。而拳法作为格斗术里边最重要也是最需求、最基础的技法呢，其实很难练。对，这个很难练。平勾，漂亮，又2次，纳尔芒辰后退了，站不住了，有一些晃。哇，邱建良这次的拳击赛给我们带来了挺多的这个精彩的部分。对，哎，相对于纳荣邦辰的沉稳，邱建良的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据解说所言，那荣在巅峰时期在整个世界拳坛都是所向披靡的。看来这是真事了，毕竟要上一般人的话，早就被邱建良连续的重拳直接打到不省人事了。但那荣非常的耐打，是个强敌。以及敏捷的步伐确实是非常优秀。是，但是纳荣邦辰这位老将还是很不错，虽然有2次被打的有一些摇晃，但是很快就找到了状态，并且把状态前压。是，虽然说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是纳荣邦辰在巅峰时期，在整个亚洲啊都是这个睥睨群雄的。断了一拳，是。好，现在呢，比赛来到了第3个回合，一上来2人也是为了占据着场地中央，那荣也是不停的在那雇佣，来防止被邱建良的重拳打中，但邱建良也是没有心急，一直保持了架势，准备随时吹起反攻的号角。好，两个人还是非常友好的。是。在场上我们看，纳荣邦辰确实整个的状态也是相对说比较松弛，是很可怕。对这个呢，还是一个老将啊，他所抽前冲了啊，是，就因为丰富的比赛经验啊，这个来决定的场上的这种心态和状态。打得多了，这种你要让他抓到一个机会啊。他非常5秒了，5秒了，感觉还没有缓过来，对，没有缓过来，对，强行的在调整，好一些，打活，反攻，哇，漂亮，又一次读秒，因为是职业拳击规则的话是没有这个累计回合几次的，是一直到拳手或者裁判认为无法比赛，是。只见邱建良直接对重心不稳的那荣2记是大力沉的重拳，当场打倒了那荣。裁判宣布比赛结束了。最终经过3回合的奋战，邱建良获得了比赛的最终的胜利。他成功的教训了对手，展现了中国力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是在自己熟悉的自由搏击的3回合当中击倒对手，这是一次勇敢的挑战，这是一次成功的实验。